提起福建，人们首先想到什么？是富饶辽阔的土地，还是原生态的大山海洋？如果你到福建旅游，你会选择去哪里？福建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，拥有众多的名胜古迹，这里的景点多姿多彩，各具特色。对于首次来到福建的游人，该如何选择呢？今天爱旅游为你推荐福建10个必玩景点，排名不分先后。1. 武夷山九曲溪。对于喜欢旅行的人来说，在大自然中能够体会到自由与美妙的感觉。中国地大物博，山川河流众多，武夷山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洗涤世间凡尘之地。武夷山，武为级旅游景区，奇峰峭壁，碧水青山，以丹霞地貌闻名于世，素有碧水丹山，奇秀甲东南之美誉。九曲溪是武夷山主峰黄岗山西南麓的溪流，位于崖壁幽谷之中，因其有3湾9曲之胜而得名。武夷山属典型的丹霞地貌，有山三秀水清如玉，66奇峰翠插天，构成了奇幻百出的武夷山水之胜。武夷山是集道、佛、儒教于一身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。自秦汉以来，武夷山就是三教名山，为羽流禅家修行之地，留下了不少宫观、道院与庵堂，还曾是儒家学者倡导讲学之地。相传道教有36洞天、72福地，皆仙人居处游憩之所，而武夷山为16洞天。武夷宫又名会仙观、冲佑观、万年宫，地处大王峰的南麓，前临九曲溪口，是历代帝王祭祀武夷君的地方，也是宋代6大名观之一。宫观里有2口龙井、万年宫和三清殿，并有仿宋商业街及茶馆、朱熹纪念馆、中山堂、万春植物园、玉山寺等景点，是集自然、人文、园林为一体的风景名胜区。九曲溪是一段峡谷中的名胜，溪流潺潺，倒影碧波，奇峰异石，峭壁溶洞，青藤古木，流泉飞瀑，小溪深潭。主要景点有玉香潭、玉女峰、仙榜岩、仙管岩、卧龙潭、大藏峰、仙吊台、玉茶园、小九曲、天游峰、晒步岩、仙掌峰、响声岩、象鼻岩、齐云峰、白云岩等，可谓一步一景，风光无限。2. 鼓浪屿。小时候向往大海，因为大海是无边无际，广阔无垠。长大后向往鼓浪屿，因为这里是梦想中的桃花岛，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打卡地。鼓浪屿是5A级旅游景区，原名元沙洲，别名元洲仔，南宋时称五龙屿，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卫星岛。因岛西南有一海蚀岩洞，受浪潮冲击，声如擂鼓，故称鼓浪屿。鼓浪屿是厦门岛外的一个岛屿，距厦门岛很近，坐船过去很方便，从东渡邮轮码头过去20分钟左右，从轮渡码头过去10分钟左右。鼓浪屿与厦门岛隔海相望，岛上海礁嶙峋，岸线旖旎，山峦叠翠，峰岩跌宕，错落有致地矗立着许多欧式风格的建筑，有不同国家的信仰教堂，素有万国建筑博览群的美誉，是物质文化遗产，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岛上气候宜人，四季如春，无车马喧嚣，处处鸟语花香，宛如一颗璀璨的海上明珠，有不有鼓浪屿，枉费厦门行之说。岛上主要景点有日光岩、梳妆花园、钢琴博物馆、最美转角、皓月园、郑成功纪念馆、海天堂购、中国唱片博物馆、鼓浪石、天然海滨浴场等。岛上街巷纵横，风光秀丽，保存了大量中外风格的古建筑，素有海上花园、万国建筑馆之美誉，又因岛上音乐人才辈出，也被称为钢琴之岛、音乐之乡。鼓浪屿海礁峥嵘，岸线旖旎，山峦叠翠，峰岩跌宕，以建筑为表，以音乐为魂。岛上有日光岩、梳妆花园、皓月园、玉园、鼓浪石、钢琴博物馆、郑成功纪念馆、海底世界、天然海滨浴场、海天堂购、英雄园、秦园、百鸟园等，
堪称福建的一张名片。这里不像厦门岛和大陆相通，到岛上只有渡轮，依旧保持着遗世独立，就像是一座孤岛屹立在大海里。鼓浪屿四季如春，花草茂盛，青砖小巷，红瓦洋房，极具浪漫气息。龙头山位于岛中央，拥有一片瓦、鹭江龙窟、古壁鼠洞、龙头山寨、水操台、100米高台等名胜古迹，是登高望远的绝佳之地。3. 福建土楼。福建土楼又称客家土楼，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大型民居，是5维级旅游景区，主要分布在龙岩与漳州2个地区，有方形和圆形2种建筑。知名的有永定土楼、南京土楼、华安土楼、诏安土楼等，被誉为世界建筑的奇葩。福建客家土楼起源于唐朝，成熟于明末清初，是以土做墙而建造的集体建筑，客家人在此聚族而居，反映了传统的宗族血缘伦理观念。楼内外以耕读传家、忠孝仁义为主题的楹联题刻，体现了客家人对儒家文化的传承。土楼附设的学堂是客家人崇文重教最有力的历史见证。客家土楼是中华文化瑰宝，其独一无二的山区民居建筑被誉为东方古城堡。土楼形成于宋元，兴盛于明清和民国时期，以石头为基础，以生土为主要原料，分层交错夯筑，配上竹木做墙骨相互牵引，交叉处用实木定型锚固，或方或圆，如珍珠般洒落在闽西南的青山绿水之间，呈现一幅自然和谐的景观。永定土楼分为五凤楼、方楼和圆楼3大种类，在布局上既有苏州园林的印记，也有古希腊建筑的风格，是中西方建筑合璧的典范。永定土楼具有防火、防震、防御等多种功能，采光良好，冬暖夏凉，适合客家人聚族而居的生活模式。南京土楼以其历史悠久、数量众多、规模宏大、造型独特而闻名于世，被誉为神话般的山区建筑，主要有步云楼、和昌楼、镇昌楼、瑞云楼、文昌楼、裕昌楼、怀远楼、云水窑等众多土楼，被誉为神话般的山区建筑。大屿海棠的同款土楼云水窑是比较出名的一处，也因为电影《云水谣》而更受游人青睐。这里多次出现在影视作品中，天然原生态的景致让人能很好地感受闽南文化。山川秀美，人文丰富，村中悠长古道、百年老龙、神奇土楼，还有那灵山碧水，无不给人以超然的感觉。云水谣是南靖土楼的一部分，也是南靖土楼中最著名的古村镇。南靖目前有15000多座土楼，其中最大的是承启楼。云水谣古镇中最著名的一座是怀远楼，也是整个福建最高的土楼。4. 三坊奇想。到了福建，那肯定是要去福州的；到了福州，那肯定是要去三坊奇想的。福州这座具有22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中心，坐落着这片遐迩闻名的三坊七巷，由西3个坊、东7条巷和一条南北中轴街组成。不少历史名人都曾在这里居住，这是福州的历史之源，文化之根。福州的三坊七巷就相当于南京的夫子庙、上海的城隍庙、北京的南锣鼓巷。三坊七巷是5维级旅游景区，位于福州市鼓楼区南后街，主要以衣锦坊、文如坊、光禄坊、杨桥巷、郎官巷、塔巷、黄巷、安民巷、公巷及壁巷为主，是南后街两旁自北向南依次排列的方向总称，是中国都市仅存的一块里坊制度活化石。据史料记载，三坊七巷自晋代出现，于唐代成型，至明清鼎盛，属于贵族与士大夫阶层的聚居地。区域内现存古街、古井、古民居，包括沈葆桢故居、林觉民故居、严复故居、水榭歌台等古建筑，享有中国明清建筑博物馆之美誉。从空间布局上看，三坊七巷在中轴线上的主厅堂比中国北方明清建筑的厅堂明显高大，
宽与其他廊、榭等形成错落起伏的变化，与天井、花园等融为一体，并用简筑的办法，使得厅堂前无任何障碍。这也是福州古建筑的重要特色之一。如今，古老方向得以延续，青石板小巷、雕花的门窗、灰色马头墙，历经风雨，饱经沧桑。这里的每一间民居，每一座院墙，都有一个故事，留给后人的只有浮生的惆怅。5. 鸳鸯溪。福建有一个大峡谷走红，深山密林里云雾缭绕，清泉飞瀑中七彩夺目，青山绿水鸳鸯溪，胜似人间仙境。鸳鸯溪处平南、周宁、郑和3县交界之地，山高林密，溪水潺潺，融溪、瀑、峰、岩、洞、潭、雾等山水景观于一体，栖息着鸳鸯等多种珍稀鸟类，是中国唯一的鸳鸯保护区，享有鸳鸯之乡的美誉。景区里清幽静谧，景色宜人，拥有美丽的杜鹃花、寺庙、古塔、溪流等风光，人文古迹丰富，自然风光秀美，分为白水洋、鸳鸯溪、茶溪、水竹洋、考溪和鸳鸯湖5个区域，包括白水洋、百丈漈水帘洞、考溪瀑布群、北岩寺、灵岩寺等景点。百丈漈水帘洞为鸳鸯溪的核心景点，为鸳鸯溪4大奇观之一，因清朝以杨武举张朝生题曰济水成烟而得名。洞前潭部落差可达150米，气势恢宏，磅礴有力，被评为全国5大水帘洞之首。丰水时，它仅有1重瀑布，一泻到底；枯水时可分解为3重瀑布，曲折有致。白水洋又名仙爬溪，为鸳鸯溪4大奇观之一，是当前世界上罕见的潜水广场，因此享有天下绝景之美誉。溪流两侧苍松翠竹，风光无限，也属于4大奇观之一，就仿佛置身于洞天福地之中，宛若神仙胜景。6. 太母山。太母娘娘，白茶始祖，为福建最早的女神。太母山因太母娘娘而得名，被称之为中国海滨最美的山，有山海大观之称。太母山位于东海之滨，一面背山，3面临海，奇峰异石，礁石林立，云雾缥缈，时隐时现，日出时分更是风光无限，美不胜收，享有海上仙都之美誉。其实太母山还是一座有趣的山，以风险、湿气、冻幽、雾患闻名于世，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地质公园，与雁荡山、武夷山成鼎足之势，共同组成闽粤3大名山，傲立东南已逾万年。景区非常大，共有36峰、24洞、10岩、9泉、3溪、2岭、1谷。其中代表性的海湾有晴川湾、跳尾湾、大小云当、大小蒙湾等，主要景点有迎仙台、一片瓦寺、葫芦洞、香山寺、九里峰、魔霄峰、乌龙岗等，可谓山水结合，形成壮丽的景观。太母山的山形态各异，可以爬着山，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山势的形态，山体结构惟妙惟肖，造就了上天入地的体验感，这也是别的山所没有的体验。在崩塌的岩石缝里或匍匐或攀爬，很多岩石缝只能吸着肚子艰难穿行，穿越的体验感超强。此外，太母山也是一处文化名山，当年汉武帝派东方朔为天下名山受封，太母山被封为36名山之首，并在悬崖上题刻天下第一山。唐朝时期，太母山达到鼎盛，唐玄宗亲题遥封太母舍利塔，并敕建兴国寺。随着白云寺、严洞庵、灵峰寺、玉湖庵等殿宇的建成，这里逐渐成为了佛道2教活动中心之一。7. 东山岛。东山岛位于中国福建省福州市，是一个美丽的海岛旅游胜地。这座岛屿因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文化遗产而闻名于世。东山岛有丰富的海滩和清澈的海水，
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度假和享受海滨风光。岛上最著名的景点之一是风洞石。风洞石位于东山岛的南部海岸线，是一座被风侵蚀而成的巨石。这块石头形状奇特，宛如一座巨大的雕塑作品。每当海风吹来时，风洞石就会发出悦耳的声音，仿佛在歌唱。这一景观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赏和拍照。除了风洞石，东山岛还有许多其他令人惊叹的景点。岛上有许多古老的庙宇，如南天宫和天后宫。这些庙宇建于古代，保存完好，展示了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瑰宝。在这些庙宇中，游客可以感受到宁静和庄严的氛围，并欣赏到精美的建筑和雕塑。此外，东山岛还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，名为东山古镇。这个古镇建于宋代，保存了许多古老的建筑和街道。在这里，游客可以感受到古代中国的文化氛围，品尝当地的美食和购买传统的手工艺品。东山岛还有许多户外活动供游客参与，游客可以在岛上进行海钓、潜水、浮潜等水上活动，也可以徒步探索岛上的自然风光。岛上有许多山脉和森林，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迷人的景色。总的来说，东山岛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风光和独特文化遗产的旅游胜地。无论是海滩、庙宇、古镇还是户外活动，都能让游客在这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物。如果你想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和美丽的海滨风光，东山岛绝对是一个值得一游的地方。8. 湄洲岛，碧水蓝天，白色的珊瑚礁，多彩的海洋生物，都使这里充满了刺激和野趣。这里是中国最美的岛屿，也是妈祖的故乡和传奇之地。湄洲岛地处东海之滨，山清水秀，林木茂盛，沙滩洁白，岸线曲折，是莆田市第2大岛，自然风光秀美，文化底蕴深厚，享有南国蓬莱之美誉。岛上风景秀丽，景色宜人，有梅雨朝阴、湄洲祖庙、九宝兰黄金沙滩等多处风景名胜。最著名的莫过于天后宫，也是中国最大的妈祖庙宇。每年农历3月23日妈祖诞辰日，9月初9妈祖升天日，无数信众会前往天后宫朝拜，盛况空前，被誉为东方麦加。此外，岛上还有许多古老的寺庙、民居等历史建筑，包括南湖寺、九峰寺、文庙等。这些古建筑在历史上都非常有名，不仅反映了岛上渔民的生活状态和民俗风情，还展现了湄洲岛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底蕴。来到湄洲岛，不仅可以欣赏自然美景，了解人文古迹，还可以亲自来一场海上冒险之旅。你可以深入海底，仔细地观察海洋生物，也可以静静地躺在独木舟上，享受一份孤独的寂静。9. 曾厝垵。曾厝垵是环岛路边的一个小渔村，被称为中国最文艺渔村，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。曾厝垵经过商业改造后，成了一个滨海美食街，同时这里还聚集了小酒吧、侨村风采、民宿客栈、旅游纪念商品、各种特色小店。曾厝垵就是专门为游客打造的一条游览街道，可以满足游客吃喝玩乐住的需要。曾厝垵现在一年的游客量能破1000万，可以说现在的曾厝垵的人气不亚于鼓浪屿。当然了，人红是非多，曾厝垵也是一样的，经常会被一些游客评论成商业化太严重。不过说归说，曾厝垵这些年火爆的人气是不会骗人的。特色民宿是曾厝垵的名片之一，小小的村落里聚集了各式各样的特色民宿，也许没有大理的风花雪月，也许没有鼓浪屿的复古别致，但它们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小资情调，舒适而清新。美食特产是曾厝垵另一名片，在这里的每一条小巷里遍布着各种各样让人无法拒绝的美食：沙茶面、蚵仔煎、花生汤、土笋冻、米线糊。除了现做现卖的小吃，
还有各种精美包装的特产，是旅行厦门最好的伴手礼之一。10. 长汀古城。一上高城万里愁，蒹葭杨柳是汀州。店头街、卧龙山、丁屋岭，每次来到这里，就好像回到了过去。长汀古城，一个可以梦回唐宋的地方。长汀古城又称汀州古城，地处武夷山脉南麓，南与广东为邻，西与江西接壤，为闽粤赣3省的古道枢纽和边陲要冲，享有福建西大门之美誉。汀州是著名的唐宋古城，汉代置县。唐开元24年设汀州，是福建著名的5大州之一。宋代之后，汀州府与其他7府构成了福建8闽。从唐代至清代，长汀一直是历朝历代州、郡、路、府的治所，故而留下了众多保存完好的人文古迹。一条汀江，如诗如画，古城风华，一眼千年。古城内有古城墙、古街道、古井、古庙宇、古民居等景观，特别是古城墙，始建于宋代，保留有箭楼、角楼、门楼等防御工事，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城墙之一。除了城内的古迹，城外有丁屋岭、徐澳里码头、汀江国家湿地公园等，也是打卡的好去处。千年古城就像一首古韵悠长的唐诗，城墙、街巷、民居，一砖一瓦皆是历史，一草一木皆有故事。关注我，我是爱旅游，带你探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。